这个金属桶里的东西可能会带来技术的革命，也可能完全没用。这要看我们能不能在极其小的尺度上控制物质的特性。这么做的最基本前提是精准地控制实验环境，用厚实的桌面和桌腿来对抗震动，来自脚步、附近电梯和开门关门的震动。这个桶是真空腔体，其中没有任何空气成分。真空腔体内是一个更小的腔室，它温度极低，我们可以用微小的激光束与之接触。小腔室里面是超敏感的粒子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粒子打造量子计算机。为什么要费力折腾这些粒子？理论上说，量子计算机能够突破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上限。传统计算机用比特来处理数据，每个比特在0和1两个状态之间切换，而量子计算机用的是量子比特，它的状态包括0、1以及叠加态。量子比特处于叠加态时，它的信息量远比0或1都多，可以把这些量子位想象成球体上的位置，北极和南极分别代表1和0。比特只能在这两极之间切换，但当量子比特处于叠加态时，它们可能处于球体上的任何位置，我们还不能确定它的精确位置。在我们读取位置的那一刻，量子比特就回到了0或1。但是即使不能观察叠加态的量子比特，我们还是能操纵量子比特，让它在处于叠加态时执行特定的运算。随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，传统计算机需要更多比特来解题，而量子计算机在理论上可以处理更复杂的问题，而不需要像传统计算机那样增加更多量子比特。量子计算机的独特性质来自于原子和次原子粒子的性质。这些粒子具有量子态，与量子比特的状态一致。量子态极度脆弱，温度和压力波动、杂散电磁场以及与附近粒子的碰撞都能轻易破坏量子态。因此，量子计算机需要非常精密的环境设置，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，量子计算机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理论阶段。目前，我们只能在同一时间地点控制几个量子比特。要有效管理瞬息万变的量子态，涉及两个关键因素：量子计算机使用的粒子类型和量子计算机操作这些粒子的方式。目前有两种主流方法：离子阱和超导量子比特。离子阱量子计算机把离子用作所需粒子，用激光操纵离子，离子被限制在电场形成的陷阱中。输入的激光让量子比特态在球体上转动，以此来告诉离子该做什么工作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激光可以输入一个问题：15的素因子是多少？离子在回答问题时会释放光量子，量子比特的状态决定了离子是否释放光量子，以及释放多少个光量子。成像系统收集这些光量子，加以处理而得出答案3和5。超导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做的是同样一件事，但方法不同，它使用有电路的芯片，而不是量子阱。每个电路的状态都对应着量子比特态，可以用微波形式的电输入来操控。总结一下，量子比特来自离子或电路，用激光或者微波来操纵。两个方法各有优缺点。离子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，并且离子寿命长，但随着陷阱里的离子越来越多，精确控制每个离子就越来越难。目前我们还不能在一个陷阱里容纳足够的离子来做先进的计算，但一种潜在办法是把很多较小的陷阱连起来，这些陷阱通过光量子互相通信，这样就不用费力做一个巨大的陷阱了。另一方面，超导电路的计算速度比离子阱快很多，相较于在离子阱中增加离子，计算机中的电路数量也更容易扩增，但电路也比较脆弱，总寿命要短一些，并且随着量子计算机的发展，保存量子态所需的环境也会受到限制。但是，尽管困难重重，我们已经在一个进不去也看不到的世界中成功实现了计算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，
挑战您的认知，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